这款本田千万别上太拔，如果给它红标加冕，那么 NSX 可能就不再是本田唯一的王。今天让我们来聚焦。那我们先回到90年代末，那时候宝马推出了小跑车 G3， 手握自己8的配重和理念，便宜好玩，3500转就能爆发出最大扭矩，日常开动力随叫随到，这让它成为无数操控党的最爱。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本田则拿出了同级别的敞篷跑车 S2000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当年各大媒体的试车报告里，居然口径一致的给出一个评价：这台车太慢了。太难开了，如 Top Gear 在内的多份试车报告中都指出 S2000 就算在6000转时，依然像一条死狗。This only feels like it's got about 140. So where's all the power? 在日常代步中，任何一台柴油高尔夫或一台家用轿车都能在起步时轻松教它做人。对于一向在运动调教上称霸的本田，这究竟是一场闹剧，还是另有乌龙呢？问题就出在于它搭载了这台发动机 F207 上。不同于宝马 ，F207 最大的扭矩需要在7500转爆发，而比 G3 所谓更大的250匹马力，更被死死地锁在了8500转。这意味着在日常驾驶中，它真的不如一台普通家用车轻快，它必须像一台赛车一样始终维持。请注意，是超高转，而不是简单的高转才能解锁它的性能和乐趣。本田其实早就把态度写在了它的仪表盘上，那条极具战斗感的数码橙色 LED 光带，无时无刻都不再提醒你。请把转速拉高，这就是 FV 引擎制造商的底气，不是车太难开，而是你根本没有把它真正打开。当你顶住档位，死踩油门，伴随着高角度凸轮轴的介入 ，VTEC 开启的那声高亢尖叫，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当年地表声功力最强的量产引擎。支撑你的是比硬顶宝车更强韧的 HiX 泵骨架，前后双 AB 底盘以及50:50的黄金配重，1.25吨的车重，2.4米的轴距，它不为代步而生，它完全为驾驶而生。说到这，我都忍不住想立马去打开GT赛车来重温几把这高转的快乐。S2000是一台本田既拿手又不拿手的作品。早在60年代，本田就奠定了 S 系列的前置后驱的基因，但那之后的30年里，前置后驱似乎成为了本田的奢侈品。即使有着车神塞纳调教的 NSX 坐镇，但它对普通人来说实在太遥远了。在一众代表了前驱巅峰的泰拔车款里， S2000 的存在就像一位多年未见、有点格格不入的海龟表哥。他长得太帅了，我个人观点，尤其是前叶子版的曲线，正看饱满，完美的包裹着轮拱。侧着看那锋利的上沿厚度，兼具了街车与赛车的灵力。他带着祖辈最正统的 FR 纯血证书和那几乎为合法上路卡丁车的最佳操控结构回来了，但却始终得不到本田最神圣的红色加冕。虽然本田后期推出了更均衡的 AP2，增加了低扭。再如 HKS 等改装厂用机械增压极力来弥补它的缺陷，但你无可否认，在极高转的情况下，它就是地表那台最强的敞篷小跑车。在驻泊赛道，一台450匹的 S2000圈速已经能和900匹的 R32缩短到仅剩1秒，足以证明这套车架与底盘的超强大实力。所以你是否想象过，如果当年本田在它身上再发点力， NSX 的王座真的还能坐得这么稳吗？ OK， 这里是 Swap 777，对不起，我只拍出来车。我们下期见。